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特別關注到，大家可能沒有想到，曾經呢被視為是一個先進國家典範、中產階級社會的日本，現在說有900萬日本人是墜入底層社會經濟的一個地獄，到底怎麼一回事？這個曾經非常自豪，他可以說是1億總中流社會，可以說已經崩裂了嗎？特別是要看到這個，包括了這一些少數的人，他們可以穩定的在社會當中上升，但是有非常多的人是永遠翻不了身的。特別我們就是要用實際的數據來做一個佐證。2025年，日本的勞動人口數正式突破了7000萬人的大關，但是要特別看到的是，來自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他是這樣評估的：雖然說勞動人口有7000萬人，但是日本現在出現了規模超過900萬人的一個底層階級。這些底層階級不是失業者，也不是游民，他們其實每天非常努力的上班，拼命的工作，但是被視為是窮忙翻不了身。底層階級他們的平均收入在日本，我們把它直接換算成新台幣，大約是44萬元，相當於216萬日元。他們的年收入其實不到這些正式員工，也就是新台幣年收入99萬元的一半。在非典型雇用者，現在更是被統計在日本的勞動市場上高達了有30%的人口。到底怎麼回事？日本現在有超過900萬的底層階級，很難翻身嗎？在日本這種高物價的社會，他們的生活會不會非常的艱困？任老師怎麼解讀？這個是這樣子哈，我必須強調這個。我今天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呢，我心裡有一點難過哈。因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這個我的難過的主要原因是，這不單純是講日本啊，實際上的話呢，就是說亞洲的國家的話呢，那麼可以分成2類啊。那日本的話呢，剛好是情況是比較麻煩的哈。分成2類，一個的話呢，就是說大陸跟日本之間呢，我們都會知道，這個其實講起來跟我所學的專業是有關係的，就是你的國家的制度啊，要不要適當的干預啊？那日本的制度的話呢，它基本上是屬於一種比較直接的資本主義式的，那大陸是走這個社會主義的道路啊。今天我們不談這個社會主義，我們講到日本，當然也可以聯想到台灣了。其實情況也非常類似。我覺得日本裡面現在出現的一個狀況下來講的話呢，就是說日本一直是迷戀於過去啊。我覺得日本的國家的話呢，他們是昨天永遠比今天好了。就2次大戰以來，昨天永遠比今天好。那麼明天的話呢，就很嚴重的不如今天了。所以日本的話呢，是在走下坡。大家原來講的時候，這個失落的30年的話呢，這種情況是最主要是因為日本的它那個基數比較高啊。它原來發展，因為像日本的話呢，基本上它的收入的話還是非常高的。那我們這邊的話呢，也都很喜歡去日本玩。就是說，亞洲唯一真正的我們心中認定的一個發達國家就是日本嘛，哈。所以說日本的話呢，它要在維持這種情況是不容易的。然後第2點的話呢，日本的原來的這個工作的制度啊，哈，那像現在900萬人列入的這個對這個數字聽了簡直觸目驚心。就是日本原來的話呢，有名的是它的工作的制度，就是說。我自己的，在我這個年齡之前，比我大7、8歲的人，他們很羨慕日本的制度，就是不管是私立公司或是公立公司，他們一旦進入公司，就是永遠在裡面公司工作，而且那個附着力非常強，而且會覺得認定這一切都非常非常好，公司會給你待遇什麼的，那麼去解決了社會制度問題。但是日本的這種高速發展是一個假想的一個結果。結果日本的話呢，我就必須坦白講，日本的公司當中做假的啊，然後這個家電事業的結束。然後還有這個日本本身來講的話呢，沒有辦法因應，甚至於最嚴重的就是說，日本到現在，因為我們原來在嘲笑啊，就是說日本的那個到現在都不用 Internet， 還是用傳真機什麼的，居然是真的，你知道嗎？日本的保守就是大家缺乏創新的意義，所以呢，我們現在整個收入的結果哈，我就從大的角度來講不是說這個日本人這個面對的困難有多大但是呢，就是說相較於亞洲4小龍在發達的過程當中，日本顯現見的是創造力不足。還有第3個真正的因素的話呢，我必須坦白講，大陸的生產業的崛起那麼是使得日本現在的話呢，產業當中，現在大家我成長的時候都是以看索尼電視、聽索尼的錄音機就沒有不是日本的照相機。現在除了照相機，大概日本貨還多一點以外，其他都沒有了。它到哪去了？通通被大陸的產業取代了。那這個取業的話呢，那個大陸生產的東西有個很麻煩的地點什麼呢？
這個麻煩點就是通通是白菜價，你現在的話呢，搞一套。現在我們自己做自媒體的時候，那個 Poke3什麼的就是我講說，我想帶個 Poke3回去，好，我幫你弄一個就是通通都非常方便嘛，就尤其你到了深圳去買的时候，这些東西，那我覺得在這種競爭的壓力下，還有日本的這個制度當中的話，讓大家自生自滅的情況下，以及再加上原有的制度的福利條件這麼好，三者加在一起的話呢，有很多人就沒辦法達到這種情況。我覺得最慘的是年輕人了，台灣的情況下也差不多台灣的情況下的話呢，就是說，因為我們原來生活水準不怎麼樣嘛，所以現在弄到這種情況，大家覺得說維持現狀挺好的。但日本的情況就不一樣，日本現在明顯要面對於這個生活水準要倒退，而且大陸現在從2026年開始，也就今年的開始，一定要搞死日本，所以日本的工業生產的話呢，缺料然後缺工，然後的話它这個缺資本，所以這些問題都陸陸續續會爆發的。好，那幹哥又怎麼看900萬的所謂的底層階級你知道中國什麼時候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2011年，也就是說距離現在15年前，中國取代了日本。那2011年跟日本的那个經濟泡沫化，1990年已經相差20年，日本還是能夠維持第2大經濟體。可是到了2011年以後，日本就走下坡，不斷的走下坡。剛才岳老師講的很對啊，為什麼？因為他們不是科技的大國嗎？但你知道日本的，就說他在中層以下的國民，當時他們有一句話，在1970年代的時候，叫做1億中流層。日本總共的人口不過是1億2千萬，但是他們說1億中流層什麼意思？我們這1億人都是屬於什麼？都是屬於中產階級，不會有貧窮者，但是有少數的富人，所以它是他們很驕傲的地方。現在日本國民他們會講，那個1億中流層早就不見了，為什麼？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有900萬的這些，這個說屬於底層階級。我告訴各位，這900萬的叫做什麼？你知道嗎？叫做永不翻身族。你永遠不能翻身，你也沒有辦法，除非你去加入詐騙集團，好不好？不然你永遠沒辦法翻身。你不會因為你的工作表現特別出色，或者是你特別這個頭腦聰明，像岳老師這樣子，頭腦非常聰明，然後你才有這個機會被老闆賞識。沒有，為什麼？因為永遠不加薪。日本7成企業現在不加薪，然後所以說他們一個調查，他找到很多故事。他說，現在日本人的得糖尿病平均的年齡已經低於40歲以下。有個外送員，他怎麼得的？他早上要接一份工，晚上要接一份工，然後呢，他一有時間，他就只能夠用吃來慰勞自己。吃什麼？吃蓋飯，吃那個拉麵，再不行就吃泡麵。所以這就是他們現在的勞工的明顯的生活。他怎麼努力，他都上不去。而且日本的企業，就剛才像岳老師這樣講的，他們是很刻板的去研判你。因為以前都是你進了這個公司成為正式員工，你永遠不會出去的，向心力很強。但是現在有7成的企業都不用正式員工，而用派遣工。你這聽起來好像跟台灣一模一樣。對，台灣現在也是這樣，用的都是派遣工。為什麼？這樣我就不用付退休金了。不是這樣嗎？這是未來的趨勢。然後因為 AI 跟機器人之後，將來像日本、像台灣這樣的環境只會越來越糟糕，對不对？還有最重要的一點，你知道日本人離婚之後苦的是什麼？苦的是婦女。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生產能力，他們在社會上相對弱勢。這個2個社會的比較，你會發現台灣還是比較自由，日本反而怎麼樣？反而不自由，因為日本傳統看待女性就是怎麼講？就是比男性要低的一階。所以單親媽媽很難帶小孩，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自謀生路。所以大家就曉得說，日本這種就是說已經是低層階級的人會越來越多，而且在短暫的這個經濟態勢沒有改變之前，他們也承認我們需要觀光客。如果沒有觀光客的話，日本就會成為下流民族。所謂下流，不是真的下流，成為潮流的底下的民族。那一天很快就會到來的。好，
確實，如這個幹哥幫我們看到，那日本其實現在針對於單親媽媽他們的受僱比例，現在最新出爐是非正規就業比例高達40%。現在擔心說很多的婦女，也許他們是單親媽媽，需要花時間在全天工作，無法陪伴孩子，會導致教育落差。那貧窮會不會世襲？等一下請聶老師看。那另外一方面，日本現在是先進國家當中貧窮率最高的。2018年統計說，它的貧窮率是15.7%。聶老師怎麼看？這個剛好是我本人在日本有公司，那我有請人，那日本人再來要薪水的時候，他们不敢要高，台灣的小孩光我學院畢業都還敢，我們還會告訴他，你先提高一點，他可能不給你那麼高，但他喜歡你，他還是會要你哈。但是我講日本人為什麼不敢要，真的有問題了。我先定義一下什麼叫做底層階級，說不好聽一點，他們不是沒工作，是他們拿不到高薪，也就是其實在金融海嘯之後，台灣也發生過叫 working poor。窮忙族拿到薪水，2008年沒有工作，2009年有工作了。當時我們定了一個最低薪資嘛，這個一般是22000嘛，碩士28000嘛，大家就以這個為標準了，要不然你就不要做。所以日本已經出現這樣的問題，非常清楚。我再跟各位講一下，因為我這個在日本算是因為常常去，我從2006年到長崎大學 Nagasaki 呢做他們的主要的這個貴賓主講者，每一年開研討會，那當我那時候當系主任一直希望跟我們學校合作。那我去了以後，因為要找會講中文的人跟我去招待我到這個長崎，結果呢都是大連啊、長春一些女孩子講中文。他們說他們到了日本，發現他們的教科書裡面，那是20年前，2006年。我連續幾年發現越來越嚴重，說他們現在整個翻轉他們的教育，就是他們過去我們講中華文化的8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他們只強調忠，在軍國時代就是忠以及真，打勝仗一定要勝。當時在軍事思想，每一個人都很忠心，所以當時的我要講一個 timeline， 這個大家一定要弄清楚為什麼會走到這個地步哈。這是一個整個結構性的變化，台灣也有這樣的問題。我先講一下這個中心思想，那過去的日本企業一定是大企業為主，不管是 Toyota、Honda、Sony 都是大廠，不管是資本財都是資本財，汽車也好，電器也好。Panasonic 也好，每一個進到公司裡面不敢離職，一離職你找不到別的工作。台灣人是說，哦，你好多的經驗，哇，你那麼多經驗加分。你第2個經驗、第3個跑那麼多公司，是不是人家不喜歡你，不要你？就像人家都聽過，日本人早期回家的時候，太太看不起你，你老闆一定不喜歡你，所以你要完全為公司負責。以前很忠心，20年前開始他們反中思想，小孩子反對。開始整個在強調3個叫小確幸，台灣跟着日本走，台灣也在走小確幸。20年前開始，台灣的小孩也弱化了。我們以前有經濟奇蹟，全是我們這一代人所創造出來的，你相不相信？相信。現在小孩子有新創，給他們新創世界，讓他們可以有新創。可是大部分的小孩就沒有新創的。我跟你講，就是對不對？有時候真的已經差異太大，日本差得更大。所以你會發現，過去啊，我們講過去 timeline 哦，這時間軸，過去呢大企業為主。以高薪要你，大家都不願意走。只要進到大企業，你就非常有薪水，家裡就會很和樂，你知道，晚點陪老闆喝個酒，晚點回家喝醉都沒關係。那日本文化嘛，到這個居酒屋，現在不一樣。現在我講小確幸為主用，可是日本人跟台灣又不太一樣。日本不太會做小生意，你看到日本去做開公司的日本人反而不少，因為他們的思想很怪，他們喜歡被請，他喜歡做個麵包師傅也好，開個小巴士也好，只要不要大公司去。可是自己開企業，他們不敢冒風險，以前都大老闆冒，所以小企業開的人很少，那還是要請人的。所以要去請人的時候，發現為什麼不多？每一個都不敢高薪，低薪就可以。我跟各位報告一下時薪，用數字說話好不好？日本現在最低薪資是1023到12多，東京最好的地方是121，你除以5，現在不到5，只有200左右。跟各位報告，10年前啊，我剛剛跟日本開始做生意的時候。當時是除以3嘛，0.3，那時候匯率是0.3左右哈。我跟各位報告，那時候台灣的最低薪160幾，168，日本是台灣將近2倍。3年前疫情中間啊，當那個利差交易，所有的錢流進了美國，他們開始出現了匯率從120貶到160之後除以5，而且他們這個數1除2，台灣反而加薪，在去年底190，現在已到196了，他們1除也是200，差不多。對，我請問一下，以他們那種生活環境，以他們那種這個消費水準，他們消費也低了，沒有錯。你知道，他們又不敢要求高薪，而台灣小孩100多請的小孩子，你對他不好，他就跑了。日本不敢哦，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已經產生非常明顯的結構性的
很大社會結構的變化。因此，您剛剛講到這個非正規僱傭或者叫做非典型勞動者，到處都是，因為大企業是的不去，小企業又找不到，你低薪就夠了，而且薪水就是低，所以 working poor 到處都是。因為我在那裡，我感受蠻深的。是，謝謝聶老師跟我們分享。好，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每週